各位朋友，我的名言，我说国民党100年大酱缸，处处都是赵少康。这个赵少康呢，是处處跟郑麗文對着幹，使絆子吧。今天傳來的最新的消息是，趙少康的職工硬塞到鄭麗文身邊的國民黨文傳委的主委尹乃菁今日辭職了。那個他不得也不辭職，為什麼呢？他夾在這兩個人身邊也很難辦呢。他跟鄭麗文私人關係據說還不錯，但是呢，他作為趙少康的員工，一直到現在，趙少康還給他發工資啊。我估計趙少康也得暗地裡讓他給鄭麗文這個下套子、使絆子吧，是吧？那鄭麗文要跟趙少康撕破臉的話，那尹乃菁那必須得辭職啊。各位，你們同意我的這個判斷嗎？這個雖然是鄭麗文嘴上不說，和趙少康他表示沒啥矛盾，但是呢，他們倆啊，這個作為對手啊，這可以說是開幹是必然的。鄭麗文必須得清黨。我一早我就那個建議鄭麗文先把趙少康給開除了才行，是吧？下一步啊，這就要動真格的了。這個尹乃菁一直是趙少康的員工啊，無論趙少康說的多麼荒唐可笑，他都得捧場。伊朗要封鎖荷姆斯海峽，台灣封鎖台灣海峽，台灣封鎖，你國際郵輪都不要過，要不要幫助台灣？這就是不對稱戰場。我們老是想着被打，什麼他封鎖，我們天然氣怎麼辦？你封鎖，我封鎖，什麼你封鎖呢？觀察團就請他當顧問好了。我覺得臭皮匠，臭皮匠，你當隨團醫師。我覺得可以往這個方向，而且要讓他們覺得我們會執行啊。因為這叫10一起死嘛，對，這叫7起死啊。要演練一下，要搞我台灣，我全世界他媽一起下來死。其實家中有一個病人的家庭很多，當我們在關懷病人的時候，照顧者的壓力、照顧者的承擔，其實有時候是經年累月的事情，所以這也是我一個比較不捨的來源。是，那不管怎麼樣，我認為就算是我們一般人都應該有一定的保護吧，或者是尊重，更何況他是本黨的主席，也是這個國家的前總統。是，那這考驗着我們台灣人在面對這件事情的時候，用什麼樣子的一個態度去對待。但不管如何，我總是希望這個事情能夠越早落幕越好。我覺得周美青從道義上也應該跟馬英九夫妻啊，道義上也應該跟馬英九講，你怎麼可以瞞着馬英九不講呢？怎麼可以然後讓30小組拿這個變成一個武器來攻擊馬英九、攻擊基金會呢？我對於周美青跟馬以南5月4號簽那個東西，我是有點意外的。哦，好像需要簽這個嗎？而且簽了以後還交給這3人小組啊，交給這3人小組啊，哦，好像是這樣哈。所以呢，你看前2天，包括15。這個趙少康真不知道自己吃幾碗乾飯，我估計他從來沒有撒泡尿照照過自己，是吧？人家那個馬英九的家事，家裡邊怎麼來這個處理這個事情，輪得着你跟這兒指手畫腳的嗎？啊？這個鄭麗文呢，一直給這個黨內的最大的攪屎棍趙少康留着面子呢，一直說和趙少康關係不錯。很多支持者還是會擔心說，國民黨過去那種內耗啊、分裂啊、彼此不信任的狀況又來了，尤其是這個時間點。我就直接說了哦，您跟這個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先生，過去一段時間針鋒相對的狀況，就是您剛剛其實有特別澄清，我們沒有針鋒相對，我從來沒有針對他過，是，所以我從來沒有對他針鋒相對。對，所以您跟他之間其實是沒有什麼誤解的，因為支持者其實會認為你們兩個可能有一些誤解，有一個就是路線之爭。你要不要趁這個時間，這個機會也說一下？也沒有，就是說，事實上，我過去認識趙董事長很長的一段時間，我也一直很敬重他，私底下的私交也很好，關係也很不錯。但是從參選黨主席開始，可能大家外界就會有一點看不懂，
到底怎麼回事，發生了什麼事。那我坦白講，如果大家想要問的是說私下是不是有發生什麼事，私下毫無，沒有任何事，沒有發生任何事情。那麼我從選黨主席到現在，我也從來沒有惡言相向，也從來沒有針鋒相對過。所以大家不希望看到青痛仇快，也不想看到藍營內部有矛盾，讓外界可以看笑話。這些我們當然都有非常非常深刻的同感。但是有些事情我們沒有辦法控制，有些事情我們也不能夠期待一個完美無瑕的一個路程。我從接黨主席我就知道為什麼大家不願意來參選國民黨黨主席。為什麼？這從來不是一個，尤其國民黨在野了之後都不是後悔嘛。還要總結。所以我決定要參選之前，我是非常了解的，並不是來享福的，也不是來享受光環的，更不是來當官當大官或者是幹嘛的，不是的。它是一個非常艱難的擔子，但不能沒有人扛。所以我們是想清楚的，知道會面對是一個什麼樣的局面跟狀況，所以一路走來，關關難過關關過，每一項都是考驗。但是國民黨必須能夠經得起這些所有的考驗，扛起重責大任，推動台灣的經濟發展、兩岸和平。台灣不能夠再這樣內耗下去了，這是我們的責任。所以任何一點的挫折不能夠退縮，任何的這些打擊，這是我們的日常。我們也必須在槍林彈雨中前進。我說過，和平這條路是滿布荊棘，但你不能夠因為怕受傷就不走。越多人走，這條路就會越平坦。終究一天，我們一定會達到目標。所以大家不用擔心我，也不用過度的焦慮。有些事情，我剛剛說的，你也不能夠控制別人。不過在這樣的環境中，就是我們台灣現在的現狀跟現實。這不代表國民黨就會退縮，更不代表我們會失敗，因為我們站在正確的路徑上面去努力。我也相信台灣的主流民意會是我們最大的底氣來源。的確是哦。不過不要說是一個黨了，一個家庭可能5個人6個人都會有不一樣的意見，所以要整合這件事情，或者大家口徑一致，其實有時候是困難的。包括外界會認為說，現在國民黨的路線有深藍、本土藍跟年輕世代就是好幾塊。你覺得這個整合有困難嗎？還是說外界想太多了？其實沒有這麼多塊。其實我從來不期待國民黨是一言堂，所以對我來講，這從來不是問題。一個黨越多元越好，聲音不同是絕對的，因為每一個人的經歷不一樣，立場不一樣，出發點不一樣，那就更好。為什麼？讓這個黨的思考沒有盲區。所以對於一個大家有不同的思考，尤其面對這麼複雜的局勢，怎麼樣走才是对黨最好？更重要的是對台灣最好。那麼集思廣益，各種不同的考慮跟聲音，對我來講，我從來不希望國民黨是一言堂。所以這一些的論述，你都必須要能夠經得起考驗。這些的論述最後能夠贏得台灣主流民意的支持，那麼在黨中央也必須要廣納，就是百川嘛，對，各種的想法。我們每一個人的想法，每一個人的思維都一定有它的局限，沒錯。所以我從來不會去覺得說，一定要怎麼樣，一定要怎麼樣。國民黨不是一言堂，這不是壞事。民進黨就是一言堂。民進党只有一個聲音，台獨，而國民黨內有無數的聲音。你覺得國民黨能夠打得過民進黨嗎？再這樣下去啊，讓有些黨工可能覺得壓力比較大，然後長期請假，然後想問一下主委對這方面有沒有什麼回應？這樣子哈，我已經在5月12號啊。因為我個人健康因素的關係啊，所以跟
鄭主席已經請辭主委的職務了啊。所以說這個我跟主席討論了之後啊，我們達成的共識是，如果他在5月底之前，能夠找到接替主委的人選的話呢，那我就可以離職。那如果不行的話呢，就要再做一段時間哈。希望很快的能夠找到接替主委的人選。所以本來今天呢，應該是我的最後的工作日了啊。因為根據這個勞基法，我工作未滿1年，但是連續3個月啊，所以在10天前啊，通知離職就可以了啊。但是因為文傳會還有很多的工作要持續的這個進行，所以說我們討論了之後呢，就是5月底前，如果主席能夠找到接替主委的人選，我就可以離職。如果不行的話呢，我就再做一段時間啊。鄭麗文如果不能整合國民党的話，那他什麼也干不了。尹乃菁的辞職就說明趙少康的人在这个国民党的中央現在沒有位置。下一步鄭麗文是不是要整黨了呢？他有沒有這個手腕呢？各位你們怎麼認為啊？點個訂閱，咱們下期再聊。